你是否想过，他被尊为佛陀，却也是拥有血肉之躯的人？当净饭王看着儿子托钵乞食时，老泪纵横；当耶输陀罗眼睁睁看着幼子被剃度，却无力阻拦；当拔提王放弃权杖，在林间感叹快乐，这些藏在阿含和巴利经藏里的真实片段，打破了宗教神话的滤镜，还原了一位在时代局限中践行理想的修行者。没有腾云驾雾的神话，没有完美无缺的人设，却处处透着震撼。原来觉悟者的伟大，恰在于他直面过凡人的挣扎。目犍连证得阿罗汉果之后，佛陀就来到王舍城旧丰山野猪窟，舍利弗也住在这里。没过几天，游方沙门长爪梵志前来拜访。长爪梵志本名摩诃居止罗，曾经发誓一定要成为全国辩经第一，否则就不剪指甲，因此人们称他为长爪。印度人喜欢琢磨形而上的问题，喜欢辩论，中国人更倾向于实用主义。在印度，人活着很容易，热带地区森林又多，但在中国，几千年来，要先保证能在兵荒马乱时喂饱肚子。所以，印度人思考的很多问题，对于中国人来说，感觉有些不着边际。在大藏经里，摩诃居止罗是舍利弗的舅舅，在巴利经藏里没有这段关系，先不用管他。长爪梵志恭敬问候后，站在一旁问佛陀：乔达摩尊者，我的观点是我不认同一切观点。长爪，你说不认同任何观点，连这个不认同一切观点的观点，你也不认同吗？尊者，认不认同都一样，反正我就是不认同任何观点。长爪，大多数人嘴上说都一样，却执着自己的观点，放不下，也接受不了别人的看法。真正能放下自己的观点，又不执着别人观点的人很少。有些沙门、婆罗门认为所有观点都对，有些说所有观点都不对，还有些说某些观点对，某些不对。认同所有观点的人，容易被见解束缚，陷入执着与烦恼。不认同任何观点的人，看似超脱，但若固执此见，仍难逃局限。只认同部分观点的人，对认同的部分执着，对不认同的部分排斥，还是放不下。真正的智者会这样想：如果我固执地认为只有自己的观点是对的，其他都是错的，就会跟别人争吵，争吵带来烦恼，烦恼带来痛苦。明白这一点后，智者会放下自己的观点，也不执着别人的观点，这样才能真正解脱。这身体由四大地水火风组合而成，靠饮食维持，终究会衰老死亡。它是无常的、败坏的、空的，不是永恒不变的我。看清这一点，就能放下对身体的执着。感受有三种：快乐、痛苦、平平淡淡。这些感觉都是无常的，会升起也会消失。明白这一点，圣弟子会厌离这些感受，远离执着，证得解脱，自证自知，我生已尽，梵行已立，所作皆办，自知不受后有。这样的比丘不会偏袒任何人，也不会与任何人争论，对世间的种种言论，他有时会使用，而不执着。当时，舍利弗正站在佛陀身后，为佛陀扇扇子。他听完之后，心生领悟，一下子消除了所有疑惑和烦恼，证得阿罗汉果。长爪梵志也豁然开朗，证得法眼清净。他本来是来砸场子的，结果他皈依了佛陀，也出家了。舍利弗出家半个月后，在听闻法义时证得阿罗汉。在迦毗罗卫的净饭王也听说了自己的儿子已经成就，还带领着上千人的僧团。他也清楚，让悉达多回来再过俗世的生活，那已经不可能了。于是派遣了使者邀请佛陀回迦毗罗卫讲法，佛陀也同意了。第二年春天，他带着一些比丘从摩揭陀国出发，走了500公里的路程，终于回到迦毗罗卫。他们就住在郊外的榕树园。第二天早晨，他们托钵进城乞食。净饭王得知佛陀归来后，亲自前往迎接，但却看到佛陀在城中挨家挨户托钵乞食，那老脸快割不下了。他好歹也是迦毗罗卫的国王，赶紧把他们都迎接到宫中，并且让人准备饭菜。
但这次返回故乡，在巴利经藏里都只有非常少的记录，因为这些经典的核心是记录教法，凸显佛陀是一个传道授业解惑的精神导师，而不是个人生平。但这样会给大家一个错觉，认为他对世俗已经完全没有感觉，即使面对自己的父母、妻子和孩子，他的感情也没有丝毫波澜。不同文化对精神导师的形象塑造都存在理想化倾向，这是宗教传播中的常见现象。佛陀的确很有修养，这点不用怀疑，但他终究是个有感情的、有血有肉的、活生生的人。在后期创作的《本生经》里，在一些注释里说，佛陀为了降服释迦国人的傲慢，腾空而起，喷火、出水，这些都是宗教叙事手段，越是后期创作的，越夸张。在阿含和巴利藏里没有这些情节，略过。那几天刚好是佛陀同父异母弟弟南陀的结婚庆典，南陀是大爱道的儿子。在净饭王的王宫里，供养结束，家长里短的全都没有记录。当佛陀要离开的时候，把钵递给了南陀，自己扭头就走，南陀只好拿着钵跟着他。到了僧团住处，佛陀问南陀想不想出家，南陀傻眼了，他不想呀，家里还有刚结婚的漂亮老婆呢，但面对佛陀和大众，他又不好拒绝，竟然答应了。他可能认为自己想还俗，还不容易吗？就这样莫名其妙地出家了。过了几天，佛陀又到净饭王的宫殿用餐，他的前妻耶输陀罗在后面看着，跟他们的儿子罗侯罗王子说：罗侯罗，那就是你的父亲，快向他请求继承他的财产。古印度的沙地利重视财富传承，现在南陀也出家了，耶输陀罗还是想让儿子继承净饭王的财产和权势，给自己做个保障。人之常情。罗侯罗兴冲冲地跑到佛陀跟前，尊者，我很喜欢看到你。佛陀朝罗侯罗点点头，然后起身要离开。罗侯罗紧跟在他身后，出了宫门，喊着：尊者，我母亲说我可以继承你的财产，请给我财产，请给我财产。佛陀跟舍利弗说：舍利弗，你给他剃度吧。世尊，我怎么给他剃度呢？这孩子还小。佛陀简单交代了三皈依剃度为沙弥的方法，舍利弗当场就把罗侯罗剃度了。这就是僧团里的第一位沙弥。接着，他们就把罗侯罗带走了。这下把耶输陀罗看傻眼了，又气又急，但他又不好直接和佛陀冲突，赶紧向净饭王报告。净饭王很快就追了上来，向佛陀行礼后，他说：我有一个请求，想请求世尊成全。佛陀很清楚净饭王为何而来。净饭王，如来以超越一切世俗的愿望请求。我的心愿并无不妥之处，请说吧。当世尊你出家时，我曾痛苦不堪；南陀出家时，我同样痛苦；到了罗侯罗出家时，我的痛苦达到了极点。父母对子女的爱，就像被一层层切割开来，先割开皮肤，再切入肌肉，接着割断筋脉，穿透骨骼，直至深入骨髓，痛彻全身。恳请世尊，不要让没有得到父母允许的孩子出家。好的，我答应你。诸位比丘，从现在起，不得让没有得到父母允许的孩子出家，若强行让他们出家，就是犯戒。这里虽然没明说净饭王要把罗侯罗接回去，但这个请求明显被佛陀拒绝了。接着，佛陀又安慰了净饭王一番，净饭王才回去了。在巴利经藏和阿含里就记录这些内容，没有什么含情脉脉的话语，也没有明显的美化，可信度比较高。佛陀之所以这样拉他们出家，那是因为他确信解脱才是此生唯一真正值得追求的事情。但以现在的价值观来看，佛陀在这些事情的处理上很难得到一键三连。如果打官司，佛陀大概率也是输的，而且这对耶输陀罗实在太不公平了。权士们正在路上，还有3分钟就到达现场。从此以后，耶输陀罗也就消失于巴利经藏之中。虽然后人想弥补这段缺憾，比如
在本生经里、电视剧里说耶输陀罗和佛陀前世怎么恩爱，怎么支持佛陀的事业，这是前世许下的诺言云。但这些是几百年后的粉饰。事实就是事实，有血有肉的佛陀在当时的时代背景下也有相应的局限性，但我反而觉得这样更亲切，更真实。佛陀在迦毗罗卫住了几个月，一些释迦族的年轻人跟随佛陀出家了。之后，佛陀离开迦毗罗卫，来到摩罗国。释迦族的摩诃南和阿那律是兄弟。有天，摩诃南对阿那律说：释迦族不少年轻人都出家了，但咱们家还没人出家，要不你出家吧？我可受不了出家的苦，我不去。那我出家，家里的事情你来经营照料。要做什么呀？我从来没做过。每年春天夏天要播种、灌溉、除草，秋天收割、晾晒、筛选、入仓，年年都这样。那算了，这些太累太麻烦了，那我还是出家吧。于是兄弟俩就跟母亲商量，但他们的母亲不同意。母亲想了想，家里没人出家也不太好看，她跟阿那律说：我不愿你出家，拔提是你的好朋友，如果拔提出家，你也可以出家；如果他不出家，你也别出。迦毗罗卫是联邦共和制的，国王的位置不是世袭。净饭王的2个儿子都出家了，孙子也出家了，净饭王也年老了，就把管理城市的任务交给了拔提。妈妈算定了拔提不会出家，阿那律只好找拔提。拔提，好兄弟，我出家就全靠你了。我妈说，如果你出家，我就能出家。你开玩笑吧？这一大堆事呢，我怎么出家？但阿那律软磨硬泡，再加上拔提本来就对世尊很敬重，他心软了，最后还真同意了。但要等他把公务都交接清楚，他们约好7天后一起出家。7天后，拔提、阿那律、阿难、婆鹫、金毗罗、提婆达多6个人，由他们的理发师优波离带领，跨越边境来到摩罗国。6位贵族公子除去身上的饰品，都交给了优波离，想就此告别。优波离心想，6位沙地利就这样出家消失了，我一个首陀罗却拿着他们的珠宝饰品，估计回去小命难保，索性我也出家。于是他又追了上去，大伙儿也同意了。就这样，他们7个人一起来到了佛陀住处，请求出家。拔提做事最稳重周全，他说：世尊，优波离为我们服务多年，我们几个容易心高气傲，请您先为优波离剃度，做我们的师兄，我们会向他行礼，以去除我们的傲慢。于是佛陀先给优波离剃度。又过了几天，佛陀就带着僧团回到了王舍城。佛陀刚成道的时候，没有固定的场所，没有结下安居制度，比丘每天托钵乞食。但随着僧团人数的扩大，到了印度夏天的雨季，道路泥泞。耆那教是万物有灵论，土豆地瓜都不能吃，不能灭火，不能游泳，主张非暴力。走路都要先把前面的路扫干净，踩到了花花草草、小蚂蚁小虫，那多不好呀。所以他们在雨季就采用了安居制度，那3、4个月里禁止出行。雨季托钵乞食，那就是践踏草木，伤害生灵。这一对比，耆那教很容易站在道德制高点。人们纷纷批评指责，说佛陀的僧团天天就知道吃，不爱护生灵，不爱护花草树木。其他教派哪怕教义不圆满，但他们至少慈悲啊。佛陀面对大众的批评，就制定了雨安居制度，也叫节下安居。在雨季的3个月里，比丘们居住在一个固定场所，进行禅修、学习等等，不再出去托钵乞食。饮食由居士们送到安居场所，类似于现在的密集禅修。在雨安居里，拔提尊者在静处独自禅修时，经常高兴地说：好快乐，好快乐呀！有几位比丘向佛陀打报告，拔提尊者经常喊好快乐，好快乐呀！他可能不喜欢出家生活，心里还惦记着过去当国王时的享受。佛陀就让人把拔提尊者叫来，
和他确认是不是有这样的事。佛陀问：拔提，你为什么这样说？心里在想什么呢？世尊，过去我当国王时，后宫里守卫森严，宫外、城里、城外，全国都戒备森严。可即便这样，我还是整天害怕、忧虑、疑神疑鬼，过得不安稳。现在我心无恐惧，不忧虑，不疑神疑鬼，内心轻松安稳，像野鹿一样自由自在。世尊，因为感受到这种快乐，我才独自高兴地说：好快乐，好快乐呀！是这样的，拔提，内心无怒无怨，超越有无束缚，无忧无惧，快乐，天神也难企及。拔提就这样持续用功，就在这个安居期间，他就成为具足3名的阿罗汉。阿那律证得了天眼通，阿难证得了出果。剥去那些神话的外衣，佛陀就是一个活生生的人，在亲情、责任与真理之间，他选择了艰难却光明的道路。解脱不在于逃避世俗，而在于看清无常，放下执着。舍利弗在山峰中证阿罗汉，是智慧的觉醒。拔提在森林中感叹真快乐，是舍弃王位后的自在。耶输陀罗的无奈呼喊，也提醒我们人很复杂，也都有时代的局限性。在这喧嚣的现代世界，愿我们从佛陀的足迹中汲取勇气，以正念面对生活的无常，以慈悲拥抱每一个挣扎的灵魂，迈向内心的自由与安宁。真正的解脱，从来不是超脱人性，而是在人性的泥沼中开出莲花。佛罗传先暂停更新一段时间，图片的质量虽然我不是特别满意，但我已经尽力了。这种视频制作起来特别费劲，也征求一下大家的意见，看看是不是继续采用这个风格，或者有什么其他建议。下集有缘再见。